虽技艺不精，但愿为雅丽小姐伴奏。殿下，我进去打听一下。去吧。父亲，弹琴要专心，来，父亲教你。安阳，你真是永远能给我惊喜。荣乐琴艺尚未纯熟，手下不知轻重，让陛下听此断弦之音，还请陛下恕罪。公主琴技虽不纯熟，可是琴音中却有非一般的豪情气魄，跟雅离各有千秋啊。是啊，夫人弹奏的曲调确实比雅离的高雅，只是疏于练习，还有一些错漏。陛下，这茶也喝了，琴也听了，时候不早了，要不咱们早些回宫吧。微臣恭送陛下，恭送皇后娘娘。哎，副将军，你先送娘娘回宫，朕还有些事想单独与荣乐公主聊聊。微臣领旨。娘娘，请。不知陛下有何事相告？
你放心，朕对你并无恶意。之前在思云陵见你时，朕知道你是个进退有度之人。今日再见，更觉得你与众不同。陛下过奖。你的琴音中有岁月裂帛之声，破阵铿锵之意，令朕想起当年横刀立马的战场往事，颇有感慨。朕知道你胸中有天下，就算西岐抛弃了你，可你却一力维护西岐百姓的尊严。朕之前一直对你有所偏见，现在才知道无忧为何对你如此痴心不悔。陛下明明告诉我，应当谨守本分，为何又突然和我说这些话？是因为朕想起过去的一些往事，总觉得不想再让无忧走朕的老路，像朕一样后悔一生，所以想替无忧问问你的心意。我不知道。你再想一想吧。朕老了才醒悟，若要来日不悔，眼前定当珍惜。与将军夫妇一聚，朕心甚慰。陛下亲自登门之恩，在下不胜感激。爱卿是国之重臣，有功于社稷。朕当初赐婚于你，本为奖赏功臣，谁知道后来却闹出笑话。将军受人非议，朕知道你心中百般委屈。陛下言重了。为了陛下，为了国家，微臣不委屈。爱卿忠义，可是朕也不能成为一个薄情寡义的君主，让将军继续蒙羞。其实与西岐联姻早已名存实亡，所以朕决定解除这场婚约。陛下不可。与西岐联姻早无利益牵扯，并没有存在的必要。难道将军还有别的想法？微臣与荣乐成婚，确实是为了国家。但是这几个月朝夕相处，微臣对荣乐已经情深意浓，不愿意和荣乐分开，还希望陛下可以收回成命。你的意思呢？怎么，荣乐公主也对副将军情根深重，不愿和离？自成亲以来，将军待荣乐极好，荣乐自知德行有亏，不堪与将军相配。荣乐接受陛下处置，情愿被修理。既然公主深明大义，这件事情就这样定了。副将军尽早写下休书便是。将军，奴都给我滚！将军有话对我说可以，但请你放尊重些。你为了宗正无忧争风吃醋，当着陛下和皇后娘娘的面，跟宗正无忧的未婚妻斗琴。在那个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尊重我呀？是你误会了，我是因为你的我误会了。荣乐，难道你就没有发现，宗正无忧回到京城之后，你们俩之间太过火了吗？玲珑殿里，你们水中相依，我忍了；昭云公主出嫁，你们在驿馆相守一夜，我也忍了；你们在思云陵秘密私会相守，我还是忍了。
你知道司云灵现在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？侮辱，奇耻大辱。将军既然这么清楚，那你就该知道，这每一次相遇都是偶然。玲珑殿内，你还有脸说偶然？一次是偶然，2次也是偶然，一而再再而三的相逢和独处，这还是偶然吗？荣乐，每当某件事情牵扯到宗正无忧，你都忘了我才是你的丈夫。原来将军是这样看我的。你每一次回到将军府，我都觉得背后有人盯着我。你一直在监视我、监听我、跟踪我，你一直在怀疑跟不安之下，你没有给过我最基本的信任，你还要我怎样？我随时想陪着你，守着你。我回到府里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想看见你的样子，听到你的声音。可是我看到的、听到的都是些什么？之前宗正无忧不愿意娶你，陛下四处找人代替。现在宗正无忧喜欢你，不愿意放手，陛下让我休了你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都在耍我吗？陛下刚说让你跟我和离，你就说你配不上我，理由冠冕堂皇。你们每个人心里都只有宗正无忧，你们只关心宗正无忧。我算什么？我到底算什么？你们为什么每个人都要为了宗正无忧抛弃我？为什么？放开我！我要让你知道，你是我的妻子。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已经违背了我们之间的约定，我已经对你无话可说。从今以后，我们不要再见了。如果你真的要离开，我绝不阻拦。但是我希望你看在将军府的尊严和北林西气的颜面上，最后这3个月，你别见宗正无忧了。如果你不答应，我情愿今天你我2人都死在这儿。好，我答应你。3个月后，我们再无瓜葛。连楼几声热千问，心隔几个红尘。来时无人跟，也无人问，怎落地生根？费尽心血会信任，却小看了爱恨。侥幸的缘分陪了我们，执着的默认。一步错，百回首，万年聚会怎从头？愿强求，愿有柔，愿结局一挥而就。你在我的身后，将军，
嘲笑着你这是何苦呢？让孙小姐见笑了，我现在就派人送你回去。温柔不，我不走。情丝纠缠间，你难道还不明白雅丽的心吗？我将美好保留，我只身荒漠，心却承载浑浊了脉搏。孙小姐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朝堂之上，众人皆知，你是黎王的未婚妻。不，你明白的。黎王殿下只不过是把我当成一个幌子罢了，就像你跟荣乐公主一样。我一直怀疑你在这场婚姻里过得并不快乐，直到今天我才确信。原来你跟我一样，都是被困住了。我是真的爱你，只爱你一人。如果你逃脱不了这场表面的婚姻，我愿意陪着你一起，哪怕从此我不再是孙家的女儿，哪怕从此只能没名没分的做一个士兵，我都愿意守着你。不让爱覆水难收，生而有死无愁，是你给我的迁就，陌路手牵在心头，纵你不忘已长久。锁上爱，锁上梦，愿我公主，现在这个时辰，程程都已经宵禁了，就算是将军今天做了什么对不起您的事儿，你也不至于这么急着就要走呀。萧尚，快去把马车准备好。凌月，你快把所有东西收拾好，我一刻也不想待在这儿。是。是。公主，我们真的要走吗？其实将军对你真的挺好的。你看，你和将军从思云陵回来之后，合卺之礼时你不肯穿这个嫁衣，将军他也没说什么。后来他又请了京城当中最好的裁缝，把这衣服修了补了，跟新的一样。其实将军就想看着你穿上这件嫁衣，作为他真正的妻子。只不过这个嫁衣你连正眼看都没看过一次，一直放在柜子最深处，现在看来都有些旧了，真是白费了将军的一番心思。荣乐，夫妻之姻，三生结缘。今生夫妇，然吾与汝本无姻缘，全因吾心中一点不甘，强求汝为妻子。今新婚之日，母怀微末之望，愿一年之期，能倒转乾坤，鸳鸯相合。若汝见此书时，仍对吾无情无爱，反目生怨，吾愿许汝自由，解怨释结，一别两宽。公主，这嫁衣还带走吗？所有东西都带走吧，什么都不必留下。是。
小姐喝茶。这休书是副将军写给你的。那小姐有没有想过以后要怎么办？如今我又要和当初一样不知去往了。离开的时候，总是凭着自己一腔孤勇，想着我要离开这儿，不让他们利用我、伤害我，离开这座牢笼。但是当我真的离开之后，离开这牢笼的阴蔽，我又不知道这中山还有多少危机等着我去面对。小姐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不仅要离开将军府，还要离开中山啊？我不愿再和傅彻有更多纠缠，他烦，我也烦。3个月之后，我就一身轻松离开中山。民女名叫曼妖，是这茶楼的少东家。少东家？我怎么不知道胧月楼里还有个少东家？还是个女的？民女虽为女流，却有男儿的志向，从小跟着长辈四处行商。可谁知我刚来这中山，就遇到此事。是吗？你还没回答我，你为什么被人追杀？你是不是看到什么了？民女真的不知，民女一出门就看到他们已经打起来了，还好2位公子及时相救，救了我一命。那你可曾见过此物啊？你再仔细想想，这可是死者之物，就在这里找到的，只是里面东西不见了。民女真的不知。混账，还不给朕起来！无忧啊，不可无礼。公主乃林齐2国的和平使者，朕已帮你准备好喜袍，你尽快更换，今天就在大殿上定下婚盟，尽快成亲。我何时说我要成亲？这种亲事已定，不管你同不同意，都势在必行。来人呐，给离王更衣。是。陛下，你真的想用强硬手段？如果你执意不肯，朕也可以找人替你拜堂成亲。吴玉啊，父皇，既然拜堂都能找人替我，那不如洞房干脆也代劳。混账！你这是什么话？我不会娶她。若是陛下还是执意与西岐联姻结盟，请另选他人。别的我不敢说，但在我北陵，皇子多的是。你是启皇亲选的，2国婚书犹在，岂能说改就改？陛下，可否让荣乐说2句话？公主，请说。荣乐来北陵的时候，就一直在想，我未来的夫婿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我想，即便他不是很完美，但至少也不是这般模样。北陵的婚书上，可是把离王殿下写得天花乱坠，什么彬彬有礼、智勇双全、谋略过人。可我看到的离王殿下，没有彬彬有礼，只有猖狂无礼；没有智勇双全，只有强词夺理；没有谋略过人，只有任性妄为。就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，当众撒娇。荣乐也明白，婚姻之事要你情我愿。荣乐也想嫁一个心仪之人，也想过上安乐和美的日子，也不想
告别家人，远嫁千里，可为了国家利益，荣乐还是义无反顾地来到贵国。荣乐一介女流尚能如此，殿下堂堂男儿却推三阻四，难道殿下心中就没有一点点国家大义吗？说到底，你要赖定本王了。那倒未必。荣乐希望殿下可以给我一个相互了解的机会。若是半年之后，你依旧不改变心意，那我便会依你所言，选嫁他人，绝无怨言。公主说的大义凛然，但以本王来看，国家强大从不依靠儿女联姻，只有弱者才会依靠女人的裙带来掩饰自己的无能。当然，公主今日自我牺牲的精神令人感动，但我宗正无忧，绝不会拿自己的婚姻来做利益交换。公主的半年之约，本王毫无兴趣。是毫无兴趣还是毫无自信？殿下推搪逃避，可是怕输给荣乐？激将法。离王自诩强者，莫非不敢因此赌约？看来名动天下的离王殿下也不过如此。就依公主所言，半年为期，退朝。七哥，我看你这如意算盘怕是要落空了。这个荣乐长公主可没那么简单，万一半年后他非逼你娶她怎么办？我不愿意干的事，谁能逼我？虽说传言他长得丑，但是声音还挺好听的，嘴巴也厉害，没事放在家里斗斗嘴还是不错的。七哥，你娶她算了。既然你这么欣赏她，你娶她好了。哎，别！他这么厉害，我可承受不起啊！两位殿下有礼，陛下召见离王殿下。我没空见他。你没空见朕，朕来见你可以吗？父皇，父皇，儿臣先告退了。朕知道，你对当年这往事一直耿耿于怀。这些年，你不问政事，不上朝堂，甚至连朕都不想见，朕也由你了。可是今日之事，关乎于国家大计，你千万不能任意妄为啊！上次伐魏之战，太子用兵失当，大败而逃，被魏军逼得丢盔卸甲，如此奇耻大辱，我北林一定要讨回来。所以伐魏势在必行，而与西岐联姻，能稳固我北境，对我北林是何等重要！与魏之战是太子之过，与我又何干？我已破例献策解南境之危，你还要我如何？你出手解南境之困，朕也很高兴，可见在你心中对国家并非毫不关心。无忧，如果你能忘记往事，放下对朕的成见与怨恨，以你的聪明才智，将来一定能成大业。要我忘记过去，绝不可能；指望我半年后娶那个西岐公主，也绝不可能。陛下，当初臣民用女人来巩固皇权的是你。至于我想要什么，只会光明正大凭自己的能力获得。
无忧，朕近日身体大不如前，已感迟暮。我北临江山，是需要一个既有能力又可靠的继承人的。陛下春秋鼎盛，有那么多女人，那么多儿子，您的继承人是太子，与我无关。哎，这和亲公主果然如传闻一般刁蛮任性啊！这不可一世的离王也有吃亏的时候。是，他仗着陛下对他的宠爱，一向不把本宫放在眼里。这和亲公主倒是给本宫出了一口心中恶气。臣以为离王与和亲公主联姻，于殿下而言大为不利。若离王真的娶了大齐公主，离王如虎添翼，殿下的地位迟早会受到威胁。于尚书多虑了。早年父皇未曾复国之时，本宫作为长子，便随同父皇征战四方，远比不理朝政的宗正无忧更为众望所归。即使对魏之战失利，父皇也从未动摇本宫的地位啊。哼，至于这个离王嘛，你认为今日的情形，这婚姻他能成吗？殿下英明，棋高一招。启禀殿下，荣乐公主已经安全到达北陵，也顺利入宫见到了灵皇。朕让你派去寻访神医的纸鸢，可放出了？已派人到雪山及神医曾经出没的地方寻访。太后驾到！你先退下。是。儿臣参见母后。起来吧。谢母后。哀家多次提醒陛下，要成大事者，必须能舍则舍，当断即断，长痛不如短痛。谢母后教诲。你出宫之时刺杀你的陈国细作，可查清楚了？母后难道不知，那些人早已被全数灭口？奴婢参见公主。公主府到了，请公主下车。陛下有旨，荣乐公主乃我北陵贵宾，你们要好生伺候，不得怠慢。奴遵旨。公主请。公主乃我朝贵宾，当由我朝负责公主的安危。贵国的随行侍卫初来乍到，人生地不熟，有些事情还需要再慢慢适应适应。贵国的侍卫将暂居驿馆，请公主放心。其他人便罢了。只是我的贴身侍卫萧煞，乃我皇兄安排。临行前，皇兄特地嘱咐，绝不让他离我3步之远。
倘若连他都要移居驿馆，皇兄那儿恐怕不好交代。是。放。公主请。这是陛下特意为公主准备的府邸，里边的陈设皆是按照公主的喜好布置，希望公主宾至如归。昨日之事，陛下深表歉意，特备保礼，以表心意。多谢灵皇陛下。秋怡姑姑，这是公主府的总管秋怡，公主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吩咐她。奴秋怡见过公主，免礼。那奴就不打扰公主歇息了。你也退下吧。还有事吗？公主待嫁之身，萧统领虽是同公主一同前来，但毕竟是男子，按照规矩，他只能待在外园。我是西岐公主，一日未嫁，便还是大启人。你不必管这些，下去吧。入乡随俗，还请公主不要让奴为难。奴是奉陛下旨意掌管公主府，奴也是依照规矩。什么是规矩？陛下既按照西岐的规制赐我府邸，在这里，我说的话便是规矩。下去。看来你也不愿听我的命令。既如此，这公主府不住也罢。我们走。公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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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主息怒，奴并非有意违抗公主，奴也是为了公主安全着想。萧煞，萧统领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话该我问你。敢拦公主去路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倒想问一问陛下，你们到底是想把我当做贵宾，还是软禁我？公主言重了。离王殿下拒婚，我不能拿他怎样。但是我府中的下人若是敢不听我的命令，那公主杀1、2个泄愤，想必离王也不会怪罪。公主饶命，奴知错了。公主是这里的主子，若是执意要留萧统领在此，奴也不敢阻拦。只是公主若要出府，即便是要杀了奴，奴也要安排府中侍卫跟随公主，保护公主安全。倘若是有什么危险，奴就是死1万次，也难赎罪。北陵离王宗正无忧，他是天下第一才子北陵前丞相秦勇的唯一弟子，所以他很有可能得到了由秦勇所著的《山河志》的真传。山河志？不错，《山河志》中记载了天下各国的山川地形、城池险要，以及最详细的天文地理气象和最便捷的取胜之道。所以，有传言，得山河志者，得天下。只要我在半年内找到山河志，我就可以尽快回到西岐和皇兄身边了。公主，查到了吗？查到了，在胧月楼。好，我要出去一趟。公主要独自一人。这公主府严密监视，出门还是得想个办法。是。姑姑，哎，姑姑，这花真好看，新采的，送给公主的吧？哎，姑姑有心了。哎，灵月姑娘，这公主是主子，伺候公主是应该的，你又不是主子，这花啊，金贵得很，给你碰坏了可怎么办？哎，姑姑，奴帮你送进去吧。哎，你这丫头，还有没有规矩了？自打公主入府，我这个公主府管事儿的都没有机会见到公主，都是你跟莲心这2个丫头片子搞的鬼。公主下令不让你们进的。好啊，你还敢拿公主来威胁我？
萧大人啊，一点误会，只是我最近很少伺候公主。这知道的人呢，是知道两位妹妹尽心；不知道的呢，还以为是公主度量小，还在为那天的事儿啊生我的气呢。姑姑多虑了。公主宽宏大量，方才公主还夸姑姑呢，说姑姑啊做事细心，把府里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很周到。哦，对了，公主还要奖赏姑姑呢，让姑姑召集府中所有的下人到院子里来，公主要一同赏赐。那劳烦莲心姑娘了。奴谢谢萧大人。劳烦姑姑将这些分发给大家。还请姑姑晚上吩咐厨房多备一些膳食，晚上公主要宴请大家。多谢公主，多谢公主。哎，大家都有，大家都有啊！别抢。给你的。七哥，你也不必每次见到父皇都跟他杠上。其实父皇心里最疼的就是你了。啊，我不说这个了。哎，七哥，你看，我给你带了什么？你看看嘛。这茶不错。当然不错了。哎。这茶具也并非凡品，这是我从胧月楼里的唯品阁找到的宝物。这唯品阁呀，据说珍藏来自天下各处的锦衣华服和奇珍异宝。这啊还是我让掌柜割爱，才卖给我的这些茶叶茶具。七哥，我知道你爱喝茶，我们要是能去胧月楼里一品乡民，顺便去唯品阁瞧瞧。胧月楼是吧？对啊对啊，你跟我去嘛。这茶的确是不错，但总觉得这味道不太纯。不纯？哪里不纯啊？哎，七哥，我总不能骗你吧？你能骗得了我吗？不能。也罢，看在这茶的份上，我就陪你走一趟吧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撞了人就走。少东家，您终于来了，我们一直在等您呢。路途虽然遥远，但好在一帆风顺。我看你们这茶楼生意兴隆，做得不错呀。好山种的茶树，好水煮的茶汤。东家志向远大，岂有不兴旺之理？生意做得虽好，但我听说你们有些得意忘形，就如同那纸鸢越飞越高，我把我们放在眼里了。少东家说的这是哪里话？这纸鸢飞得再高，绳子还不是紧紧拽在东家手里吗？如今少东家您亲自过来了，以后这里所有的大小事务，全凭少东家做主。那看来你就是掌柜胧月了。正是奴家，拜见少东家。少东家请。
拜见公主。免礼。以后在这里没有公主，你就管我叫少东家就好了。是。想必之前整个中山传言大启公主面貌丑陋，就是胧月和芷渊的手笔。少东家的确聪明过人，陛下知晓您并非自愿，还是想尽量为您多争取些时日的。我也知道皇兄的苦心，此事半年后再做打算。想必胧月也知道了我的来意。山河志的下落还在追寻中，你可以多告诉我一些有关山河志的事吗？请坐。16年前，北林出了几件大事，比如福渊死于大火。福渊？福渊是前陈皇的妖女，灵皇复国前曾投靠于陈国，与福渊结识定情。后来福渊不惜背国离乡，终嫁于灵皇。灵皇复国后封她为皇后，只是后来二人不知因何事反目，福渊被灵皇打入冷宫，死于一场意外的大火之中。所以这场大火与山河志有关？尚不清楚其中的关联，但是同一年北林还出了几件大事。灵皇最为宠爱的云贵妃忽然暴毙而亡，这两个女人生前不和，却一前一后意外身故。不久之后，北林前丞相秦勇也被满门抄斩，据说也与云贵妃之死有关。从此灵皇下了一道禁令，关于秦勇的一切，包括山河志，都成为北林的禁忌，无人再敢提起。那就毫无消息吗？秦勇虽死，可仍有不少旧部存活于世，奴家就此处着手，倒真找到了一个人。公主殿下，晚宴已经备好，请莲心姑娘请示公主。何时开席呀？公主这几日休息不好，午睡未醒。待公主醒了，我自会禀报她的。那奴告退。凌月，走了。公主怎么还不回来啊？我去接公主，你们好好守在这儿。七哥，我们到了。在这中山，要说喝茶，大家都会想到来我胧月楼；但要说听曲儿喝花酒，大家都会想到去香魂楼。香魂楼的花魁沉鱼姑娘，那真是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。可她真正的身份却不为人知。所以这沉鱼姑娘有山河志的消息？有没有确切的消息，奴家还尚不确定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她获罪的父亲是秦勇的旧部。好，此人身份关键，你要多加查探。对了，可有旁人对其留心？沉鱼姑娘艳冠群芳，自是少不了招蜂引蝶，不少京城的王公贵族都想一亲芳泽。最近倒是听说陈王经常光顾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从今天起，您就是这胧月楼东家的女儿，名叫曼妖。之前随父亲一直游走于各国行商，最近才来这中山接管茶楼。表面上胧月楼对外开放客商，楼里的唯品阁还珍藏绫罗绸缎，实则是为掩人耳目、搜集情报，并掩护芷渊的一切行动。原来这里就是芷渊的接头据点，以商铺做掩，确实明智。少东家，一应身份文书都已经准备妥当，保准天衣无缝。